好，回到节目，我们继续来关心的是中国大陆国家发改委最新宣布，因为经过安全审查，他们决定要禁止外资收购 Manus， 要求当事人撤销这项收购交易。那这个交易呢，其实是在去年12月由脸书所属的 Meta 公司，他们宣布用25亿美元的金额收购 Manus 的人工智慧代理相关业务。那莫卡托中国中心的研究员，这位叫做 Wendy Zhang， 他就分析。那么他说呢，企业转移到海外以便寻求海外资金，也获得更宽松的监管环境，同时呢，不具有比较明确的中国企业形象，那来吸引全球的客户投资。他说，一直以来其实北京都在容忍这种做法，但是这一次 Manus 的收购案却可能会成为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另外，《星岛日报》呢引述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陈波的分析，指出。中方出于国家安全的考量，叫停了相关的收购交易，目的呢是在于提前规避潜在风险。因为这项收购案呢很类似先前 TikTok 在美国被收购的事件所以关键在于中方现在要严禁演算法等相关的核心技术外流，尤其是不可以向美方移交，特别是在这个中美科技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之下。所以这次 Manus 收购被拒绝了，是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好，那把 Manus 拿来就是跟这个之前的 TikTok 来比拟，就是说它是一个翻版。那大师怎么看？另外就是呢，特别是长期以来科技公司、新创公司采用的新加坡模式，也就是呢登记在新加坡，说是新加坡公司。可是这样的模式在中美科技竞争这么激烈之下，会不会将来它变成不再是一个缓冲地带了？这个 case 的话，就会让很多想要效法今后可能会走同样路的公司要改路径了。也不见得改路径，因为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就可以把它这个跟这个中国大陆关系全面切断。事实上是没有那么简单，而且收购的公司也必须要顾及它跟中国大陆政府的关系。我想就是像 Meta 这样大的公司。所以这个公司事实上它的产品事实上是很有创意的，它事实上可以自动它这个不是就是说它可以采取很多自动的有关 AI 的这种作为，它可以撰写报告、分析股票那么它也可以建立网站，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制作 PTT 所以它被定义为一种通用 AI 的智能体。专注于自动化执行复杂项目，所以它事实上的话是一个算是发展很先进的一种所谓的 AI 大模型之一 ，AI agent、AI 代理人的功能非常强，所以这个就已经显示中国大陆尤其在算法的部分应用方面 ，AI 应用方面，那个已经极具原创性，就跟 DeepSeek 出来以外，当时 DeepSeek 就说我现在是做到0到1的部分，中国过去都是1到10、1到20这个部分，那0到1的部分，这个 Manus 又是一个创举，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案子的本身的本质，我觉得就已经宣示说，中国大陆在 AI 的，尤其在大模型的设计上，已经有高度的独创性。那么也说在某些领域上已经是世界领先，所以才会被人家收购。有被收购的价值，要不然你只去收购别人的，没错，对，所以有被收购的价值。那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个 case 的话，这个公司事实上的话，它也动作，事实上的话，感觉它就是好像为了想要把公司卖掉赚钱的感觉。事实上，它这个软件是2025年4月那么才问世的那么很奇怪，它到16月它就已经要说总部迁到新加坡。把核心人员一起带到新加坡，然后其他人员就解散了。对，然后同时宣布在这个东京和加州都设立办公室。然后呢，2025的12月30号就跟 Meta 共同宣布，说这个 Meta 要20亿美金收购这个公司，所以基本上它是很快的一个那当然之前他也没有接受太多美国的资本。而是他成功以后受到资本，所以中国大陆很多民间的评估人就说，你这个萧红张涛这几个核心他也没有留洋的资历，他们是中国大陆是属于顶尖的这种学霸，然后呢武汉大学完全没有留学的经历
那只是说他们的产品大概很快被这些外资看到了以后，提供了很优厚条件，就把它一步一步，而这速度很快。对，那问题就变成他去年12月30号宣布收购中国大陆的动作也非常快。那商务部立刻就在第二年的1月18号，也差不多就是说3个礼拜，就说要进行调查这个案子。可见对于 AI 发展，中国大陆是高度警觉心的。那这个调查到了也不过很快，大概3个月，也就是这个月27号，大概上个月底那中国大陆的发改委就宣布禁止收购。对对。那禁止收购的话，事实上的话，Meta 没有任何抵抗，基本上就接受，然后就进行要退款。也就是你今天这个Manus 收的钱你就要退，然后呢，就是说已经进入到 Meta 系统的有关的 Manus 的这些资讯的话，都要把它撤除。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新的案例，也就变成中国大陆不要说整体经济发展，就是中国大陆的 AI 这个项目的发展，事实上已经它是要保护自己智慧财产权的地步。那中国大陆以前都是智慧财产权被人家告，说你拿我的智慧财产权。现在其实这种收购某种程度也是一种智慧财产权的侵犯。而且刚刚就像大使所分析的，就是说 Meta 也必须要考量在这个案子之后要怎么样处理，就是因为它必须考量跟北京之间的关系这个大陆政府的关系。那回到这个案子就去年12月我们刚刚讲说。Meta 决定收购 Manus 之后根据《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分析他说，在收购完成以后呢，就迅速把这个 Manus 的技术融进到 Meta 的自身系统。但是现在就是问题就在这一边，现在呢要撤销这项收购案，这意味着呢必须把已经融合的部分再次的剥离分开。所以有一家法律公司叫做 Nixon Peabody CWL 的这个有一位研究员，他叫 Nicholas Cook。他就说呢，要最终逆转这笔交易可能会具有挑战性，甚至是不可能的。南加大的法律教授张胡月也表示Manus 收购案呢，能够在多大程度撤回是次要的。他说，北京的目的是要设立一个先例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提醒中方的企业家们，不要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之下，把关键敏感的技术移转到海外。现在压力最大的那一个是 Manus 因为包括他的，我看最新的报道是他的创办人，这个也有可能会被牵连。所以 Ross 你觉得那这样的一个问题，现在这个压力这么大，怎么解决呢？第一，我不会说是没办法，我不可能逆转，总是有不同的方法。那第二，我觉得压力最大不是 Manus， 我觉得是 Meta。是 Meta，OK， 对，因为如果真的要退款的话，就像大使说，可能要退款的话，那要进行谈判，那到底要退多少钱？那这个应该是一个怎么算，对不对？对，是好复杂的一个过程。那即使我是 Meta 的话，我是 Meta 的律师，我说好，那我愿意退款，那你要我退多少？你想看一个数字，那你第一个数字我说 No way。你再 try again，所以这个一定是要经过一个 negotiation， 一个谈判。那另外可能已经融入的一些不管是 code 或其他的软体，从 Manus 已经移入到Meta 的系统啊，我也会说已经在我系统里面，怎么可能全部？怎么可能抽离？对，这是 impossible。但是那你至少要给我一个授权书。那可以继续使用，我们签约，我付一笔钱，你让我继续使用，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 negotiation。所以你觉得说要反转的机会是不大的？反转的是也可能的，我觉得是很有可能，因为如果就像大使说，如果中国坚持的话，那 Manus 是没有办法，他们一定要按照中国的说法，真的，他们没有办法说，我说 Manus，尤其是他们的创办人等等，他们没办法向中国说 no， 对不对？毕竟他们都是中国人。同样的问题，温老师你怎么看？其实现在问题就是在 Manus 这边要怎么样？我们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就是刚Ross 讲得很快，他说那个融入里面包括那些 code， 就是那些编码program 就是程式码，也许有几千万条、上亿条，不知道多少。它其实已经融入到 Meta 底下有 Facebook、Instagram、Threads、Messenger 都是它的软体。它为什么非要抢这个不可？因为它是全世界最大的社交软体之一嘛。它有 Manus 它可以帮助它的生意做大很多。
所以 Microsoft 其实跟 Google 都想抢这个生意啊。但如果它的所有的这些 program 都已经融入进去了 ，algorithm 我都知道了，你叫我退，我怎么退啊？它不是一个有形的产品，我拿回来技术上很困难，技术它都已经得到了。那 Meta 通通拿到以后，好，那我退钱，只要把时间拖得非常久以后，这个软件已经完全融入了。我就说，其实我也慢慢发展出来我自己一套，你就很难去证明说我现在没有用你的东西了。所以事实上，还跟没有还就是要界定很难了。所以我觉得他刚刚讲对，就是 Ross 讲对啊，那个 Manus 的创办人是很头大，我拿到钱叫我退钱吗？这要退多少？对，退多少？然后我的软体、我的技术 algorithm 都已经给出去了，我拿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我人也都遣散了。对，他本来就准备把它分散成国外，变成个国外公司卖给国外公司。那中国说不行，你根本就是中国公司。我现在这个事情的发展真的也是始料未及的哈。那吴老师你又怎么看？因为亚洲这个我们画面当中讲说，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一位李琦分析员，他就分析说呢，对于想要借助第三国像现在 Manus 呢，它就是在新加坡嘛进军国际市场的中国大陆企业来说，北京并不会接受你的公司的表面的身份。那如果呢，这个技术创始人人才库是中国大陆的，那么无论你的企业注册地在哪里，在战略上仍然被认定就是中国大陆的企业。所以在中美竞争激烈的架构，这个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之下，科技相关的像软硬体技术人才，未来都可能会被分得清清楚楚了，就是一个新常态，是这样子吗？对，中国大陆有千百种办法可以认定一家公司到底是不是。我相信你的节目一定讨论过，台积电现在在台湾，但算台积电、美积电，对不对？他也会讨论它注册在哪里，它技术是谁的，它的股东成分、董事会的成分是很重要、很关键的。所以中国大陆一定有办法，它政府的这个权力这么大，任何国家政府权力都比较大，它认定这个公司你就不可以这样做。我认为那个 Manus 是没有办法，它一定要处理。就是你刚刚讲说 Meta 很大的压力 ，Meta 在中国没有什么业务对不起，这个我有点不同意，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个是很多人误会。虽然在中国不能用 Facebook，但是 Facebook 长期以来是在大陆里面有很多广告客户了。因为他们在 Facebook 会卖广告、卖东西到美国去了，所以其实 Facebook 就是很多人误会，我不知道 Facebook 一直以来都在大陆赚很多钱，真的很多钱。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Facebook 是 Meta 会非常的 care。Facebook 在大陆有代理商帮他们卖广告，因为很多厂商，尤其是中小企业，我英文不好我不知道怎么买广告。其实 Facebook 在大陆有代理商是帮中国的中小企业在 Facebook 卖广告，所以其实 Facebook 也要考虑这一点。我同意。我刚刚是说 Facebook 在中国大陆，因为它的社交媒体在中国大陆都不能用，所以它会用另外一种形式给它各种它的限制，但是不是对你刚刚讲的对，我说它不会用使用者，因为中国大陆没有 Meta 的使用者。刚刚讲的这个社交软体，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不能用的。没错，所以现在不管是其实 Meta 也好，或是 Manus 也好，这个双 M 其实现在都因为这个真的是始料未及没有想到说这个收购去年底这个谈成以后呢，竟然在这个时候又生了这么大一个波澜。好，我们等一下回来呢，要来更进一步的讨论的一个是伊朗目前最新的局势，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好，回到节目呢，我们来看最新的中东局势就是美国官员在5月1号这一天表示呢，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福特号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呢，已经离开了中东终于离开了，因为真的是太久了这次拉到这个中东这个海域这边呢，驻扎了这么久那但是呢，目前驻扎在中东的美军舰艇呢，仍然算了一下，还有大概20艘左右，其中还包括了林肯号跟布希号航母打击群在内。那彭博新闻呢也报道说，美军中央司令部呢已经要求陆军研发已久的这个极音速飞弹它的名称是叫暗鹰，运往中东，寻求呢透过射程更远的武器系统，用来打击伊朗境内藏在深处的弹道飞弹发射阵地。如果获得川普的批准的话，这将会是美国首次部署
极音速飞弹，就是这个岸鹰飞弹。那先前也传出岸鹰飞弹的研发进度严重落后。对照俄罗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呢，他们都已经部署各自研发的极音速飞弹。可是美国这边呢，却没有宣布他们的极音速飞弹具备完全作战能力。好，所以听到这边呢 ，Russ， 我先问一下，所以这一次如果真的动用，假设真的有用到岸鹰这个极音速飞弹的话，正好拿来做测试，是这样子吗？另外就是美军终于撤出了、调走了这个福特号哈，然后呢说要部署刚研发完成的极音速飞弹，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岸鹰飞弹。当中的战略意涵你怎么看？首先大家都知道，过去几个月美国库存的不管是什么哪一款的导弹，用很多，用掉很多了，所以他们美国我不会说很急了，但是他们当然是要看，就是做内部评估，那我们还有什么样的武器可以动用了。所以这个退货的问题是很严重，就是早在五俄战争开始之后，经常讨论的一个议题，也是导致比如说台湾很多或者是延档了，这个也是美国去打仗的时候，那就碰到这个问题，所以是看那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库存对不对？你现在点到的是美国飞弹库存，对。即将面临短缺的是没错，这个不是秘密，大家都知道了。但是如果真的要用的话，我觉得是显示目前也是川普的说法，他不想放弃。如果还要继续打，他已经心理准备，他也有我不会受他的暗示，其实他已经直接说了，有必要的话那就继续打。所以还是。最好的方法是伊朗投降让步了，但因为川普好像他真的准备好，他如果有必要的话就会继续打。但因为最近这2天我们不是看到说，为了规避这个国会，有分析是这样看哈，就是为了规避国会这个授权的问题啊，60天已经期满了。然后也就直接透过官员表达说，部长说，对于伊朗的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了，对这个 clock 已经重新算了，对不对？就是川普政府团队的解读了。其实国会没有什么选择了。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今天川普在动用兵力的话，国会没什么选择，可以抱怨，民主党籍的国会议员可以抱怨。几个共和党籍的也会抱怨，但是他们没有实质的因应措施可以用，所以如果川普要继续打，美国就会继续打，这个都是由川普决定。所以不排除有一个最后一集这样子，是吧？这集不知道会拖多久，因为我一直认为川普是希望这战争是最晚在夏天前就结束了。对，因为他是担心油价继续升高了，然后进入其中选举期间，所以可以说川普也是希望可以提早结束，所以川普也到目前为止也虽然最近1-2天他公开说我不能接受伊朗的条件。但是有一个重点是，他还愿意谈，他没有说我不愿意跟他们谈。你讲的是说最新的发展是，伊朗已经把他们的这个谈判的这个相关的内容交给了巴基斯坦第三方调解。那但这部分的话，川普是说他不满意，他还是要回到原先的这个战略目标，也就是要解除核武的威胁，导弹还有开放荷姆斯海峡。对。好，那另外我想请谢大使帮我们来看一下，就是伊朗内部又是如何？因为外媒报道说呢，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还有他们的国会议长就是卡利巴夫，传出呢正在打算要撤换他们的外长阿拉奇理由是什么呢？是阿拉奇在谈判期间是遵照革命卫队的指示行事，可是呢并没有把相关的决定告知总统。那另一方面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呢也代为宣读了伊朗最高领袖现在的这个穆吉达巴哈米尼的对外发言。那他的文字是这样说呢：今天在全球恶霸在本区域进行史上最大规模军事部署和侵略，以及美国在他们的计划蒙受颜面尽失的挫败，2个月后，波斯湾和荷姆兹海峡正在揭开新的篇章所以我的问题是说，伊朗目前因为这2天川普也讲了，他说呢内部有2股、3股势力在拉扯，他不知道要跟谁谈。您觉得在伊朗内部的权力结构现在是如何？我觉得伊朗应该是还是很团结的要不然的话，这个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进行不下去的。
那伊朗，我觉得他们现在这个对外立场啊，看起来是强硬，因为他们看到川普的现在的困境，内外的困境啊。那我也认为现在可能就是说，俄罗斯正在瞧一件事情，就是说，就是你那个浓缩铀的问题。因为现在川普已经别的都不谈了，就是谈所谓的这个伊朗的核武问题了。那川普就说你绝对不能拥有。可是这个在过去的话，其实伊朗也是有让步的空间的啊。那时候的伊核协议就是这个空间，就是说我还让你来监督呢。那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最后一集啦，就是说，而且川普基本上一直说他们很分裂，可是呢又一直说他们很想谈，他们很想，他们现在提出一个已经都是川普在说，只是我不答应，都是川普在讲，所以川普的话基本上矛盾。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如果说阿拉奇被换的话，这个在外交谈判上很普遍的，对，挣钱换将很普遍，因为事实上的话，这个谈判是非常困难的啊，非常困难的。我跟你讲，我们这个谈判的理论上常常讲谈判者 negotiator 啊，通常不是被正面射来的箭射死，都是从背面射来的箭把它射死。从后面，对，对，他也可能是牺牲打，因为国内有人对这个谈判不满意的时候，那他们就把他这个阿拉奇把它牺牲掉。不过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伊朗目前的体制看起来并没有分裂的迹象。要不然他所有的这些承受这么大压力早就该分裂了。对，早主战组合老早就分裂了。那这个历史上古今中外例子太多了。对，那在这种强大压力，他现在还能够撑在那个地方，我认为他内部分裂可能是川普的一种分化的方式，一种手段，一种分化跟手段。对，不过我认为这个可能已经到最后阶段了，因为即使是说60天这个时间起算的方式各有不同那而且说实话，你众院掌握在共和党手里，那众院议长他掌有一切我不开会你有什么办法？而他也说我们现在是在停火阶段，没有打仗，你在算什么算？对，就是江省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可是问题就变成说，川普一方面就是说我还是要什么给一个短而有力的打击。那我就想说，短而有力的打击，2月28号开始就短而有力，那么多久了，怎么又一个短而有力，对不对？而且它这个暗鹰飞弹事实上的话，一颗造价$4700万。对，人家就是说他是拿去想要测试一下到底有效没效，就是说是测试用吧？对，就是测试用的。所以我觉得川普的问题就变大家都看出来了，就是说比较麻烦，就是说他没有打硬仗的决心。然后他的所有军事行动都是想要在谈判桌来吓唬别人的，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说，这是他最大的弱点。你要有绝对的强大的这种动武的决心别人才愿意跟你谈判。那你这个谈判是目标，然后呢打仗是手段的话，对不起，连这个伊朗都不买账。就现在又回到说强调说要伊朗放弃核发展核武这个选项，然后呢？就变成进到一个僵局，因为现在这2天不是也看到吗？从 Taco 变成 Nacho， 就是荷姆斯海峡呢 ，Not a chance Holmes opens， 对不对？就是你不可能开放荷姆斯海峡，所以这个僵局是美国是也在找车，这个就是怎么下车这个方式。吴老师，你又怎么看？你问的问题就是好像2个拳击手在台上打架，对，你一拳我一拳，就谁最先倒下，就谁最撑得住。现在不是谁打的力量强，而是谁最耐打。那伊朗很大伊朗全世界排名第17的面积的国家，145万6万，台湾46万，很会打也很耐打。对，那么大的国家，你要他屈服，他整个政府高层都被一锅端了，到现在也没屈服然后我们历史上证明，也有学理非常明确的书，就光靠空袭，地面部队不进去，对方是不会屈服的。如果他不轻易屈服，假定他不轻易屈服的话，那美国国内的压力是不是会比伊朗国内压力更大？因为美国是民主体制，它有选举其中选举快到。因为伊朗不会有压力吗？我很多同学住在加州，没事就跟我们 PO 一个说，我今天去加油已经4块几了，5块钱了，对，每加仑。老师提到油价，那就压力啦。因为川普 ，Russ 也同意川普不会跟油价过不去最近我们看到这个布兰特的这个油价大概又在110多了，这个上下来游动所以这个可是现在看到说，单靠川普放狠话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因为他只能够放话而已。可是这个态势就还是一直维持僵在那个地方。
怎么办？所以看谁国内压力比较大吧。我觉得美国压力比较大。所以将来几个礼拜应该会有解决的方案。觉得这件事情大概到5月底、6月初，最晚6月初吧。6月初，先前也是讲6月初。